故事啊。而对于狼队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在过往的 KPL 的这段历程当中，其实不管是哪个队伍在创造自己的王朝，在争冠的过程当中，总有狼队的影子在里面。没错，他们在夺得第9座冠军奖杯的时候，当时我们有聊过嘛，说没有永远的总冠军，但是有永恒的重庆狼。而如今的他们又站在了 KSG 的面前。但 KSG 跟狼队之间的渊源就有点太多了，两支队伍之间，我们不夸张的说，全是恩怨。对，今天真的要好好对抗一下，看究竟谁能拿到这一座意义非凡的冠军奖杯了。好，我们比赛进入的非常的快，留给选手的调整时间其实并不多。先进入到双方在决赛的 BO7的第一把的 BP。本局比赛蓝色方的是 KSG， 子琪教练呢，这是他职业生涯执教第2次晋级决赛，而第1次晋级决赛的时候，当时他正率领着重庆狼队打的是24年的挑战者杯那一次的 BO9。上来就把亲戚的关羽给ban掉了，因为亲戚关羽确实是他职业联赛上面胜率非常高的一个英雄，在这个春季赛11战10胜。其实他ban这个关羽，我倒是觉得站在 SK 的角度啊，他无所畏惧，因为2个关羽胜率都在90%以上。是的，就是你用不了，我也用不了，哎，对，咱都用不了。而狼队的话，一上来在选择红色方的时候搬掉了海月这个点 ，SK 他不是很喜欢搬盾山，因为他们有2套可以用来打盾山的，他也不喜欢用太乙那套打，他选择用白起以及用苏烈那套来打盾山，所以他有可能会放盾山。先看一下海月搬到的话，像大司命啊、杨戬这样类型的英雄，其实优先选率会比较高，而且同时也意味着鲁班大师跟盾山可能会放出来，甚至双放。今天子琪教练肯定也是准备好了嘛，就是你。狼队本身就不是很喜欢做常规双班辅的这种 BP 的。其实今天的 KSG 要把自己的第一局阵容做得强一点，因为他们的年轻选手会更多，而且在 BO7的第1局比赛的重要性，老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对，就是今天打到这支有经验的重庆狼队的话 ，KSG 第1局比赛要把自己在整个季后赛这种前中期强攻的这种优势尽可能发挥出来。其实第一把我不建议 KSG 去做那种换阵容的选择。就是我可能会拿一个不是我本赛季吃分能力比较强的，像之前微博在季后赛那种做法，我不是很建议。等一下，先看一下夏洛特搬掉，那这也就意味着鲁班大师的优先级提上来了。对，盾山也出来了，放在外面可选的东西太多了。KSG 他不一定会去接这个招，他把这个盾山和鲁班大师的难题放到狼队这边来，让他去接，他自己选择了一个炸弹猫。是的，这样的话也是先给流浪打英雄，流浪目前也是这支队伍当中最有经验的选手之一。对，他跟一生是2名对新人更有帮助的老将。让他来稳一下阵脚。鲁班大师，鲁班大师既然 KSG 不要，那么狼队就选了。选择了鲁班大师之后，就看把元坦一抢非常刁啊！这一手没错，因为他选择了这一手元坦的话 ，KSG 就没有办法在后置的位置拿到元辅。等于是我一个选位搬了你一个选位。是的，而且这也会让他们中轴对抗确实很难，对手第要出到第几节了？第1局啊！第1把就出钟馗吗？他们2个在放狠话的时候，信还有专门提到一生的钟馗，包括他自己现在也在练习这个英雄。对，其实2个选手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的羁绊啊，在信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生一直是他的偶像，他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这局比赛是钟馗打鲁班大师，会非常精彩。要知道这个赛季一共就出场过5次钟馗，其中有4次是这2个选手各拿2次的。没错。而且信之前拿钟馗也是全胜的，2边钟馗都很厉害。对于信来讲，今天在决赛的舞台上去直面自己最崇拜的前辈，非常有意义的一场比赛。看2轮班位，选择了戈亚，选戈亚在下路去，如果单打狄仁杰的话，肯定是舒服的，更加灵活一些。而且这个英雄不是那么怕钟馗，可能要处理掉一些在正面对抗的英雄。夏侯惇，元坦不好打夏侯惇的。阿古朵这英雄看他搬不搬吧。其实2边战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他们非常喜欢在上半途去打对抗。哎，对。而且 KSG 的 BP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得到，他会把句号的英雄放得非常靠后。而狼队的话，他的 BP 会选择把射手的位置在对方的射手先出的情况下再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狼队今天第1把3楼选择戈亚没问题，是在你狄仁杰先出之后的。然后 KSG 的话，打野到现在还没出呢。那狼队现在要尽可能的把矛头指向上野上，看看能不能在打野位置上稍微削弱一下就好。对，因为大家现在出的都是下半途。蒙恬在处理前排。而 KSG 的话，尽可能是要让中路的流浪能够更舒服的把节奏带起来。他可能要把中路再多搬掉几个英雄。狼队这一手蒙恬一般，还有一个狂铁，他是不是也考虑把他送上班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虽然看的比较少了，阿古朵出场比较少，但是阿古朵确实是打鲁班大师比较好打的，他自己因为夏洛特其实也搬掉了。对。
他可以考虑接下来的这3个班位加1个选位，打出那种4班的效果。是的，因为 SK 其实也是一个在 BO7的比赛里非常喜欢去抢前2局优势的教练。他不会在前面的阵容示弱，而且袁坦加狂铁其实之前也是一个胜率相对比较高的组合。对。狼队也比较喜欢用这种多前排的阵容。班纳和露露没有考虑搬阿古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阿古朵的出场率实在太低了啊，这英雄前期很容易被骚扰，然后发育不起来。虽然说以前打袁坦比较好打，但现在环境不是很好。主要看经济低的话就不存在这种克制关系。而且 KSG 这个阵容的话，目前前3手你可以理解为他没前排的。是的。无前排阵容的话，在打野的位置他应该要出个前排，但最好用的夏侯惇已经没了。要么再搬个中，要么把狂铁搬掉。狂铁 KSG 其实自己拿狂铁很好用的，但他并不想让狼队这手狂铁以选代班，让他自己难打，很容易拿不到。对，因为狼队这阵容配狂铁加袁坦的话，直接强攻了。这个纳格鲁鲁翻在那里，这个狂铁拿出来，你就不太舒服。对。你再给他个狂铁加袁坦，然后边路再挂个戈亚，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玩。这把狼队这真的也是全是招牌英雄。戈亚、袁坦、鲁大。你要知道，婉婉这个赛季的袁坦可是100%胜率啊！哦呦，大乔，中单大乔，边路再挂个老夫子。而且这个袁坦本身也很舒服，不管有没有老夫子，他是大乔鲁班纳施加袁坦。对。但是有一点啊，钟馗这个英雄一定程度上是克制大乔体系的，他能把人勾出去。对，但是他还有一点就是，我如果边路再出个老夫子加上袁坦。2个人是可以直接互相上去吃钩的，然后大乔给圈你进圈就好了。他这样会让 KSG 如果边路想要出这个英雄4攻阵，他会有点纠结。但你出4攻阵，这边路可就老夫子了。是的。海挺正面，得有人上去吃开团，而且不是特别怕戈亚。正面打不过这破猪八戒，背面呢？猪八戒嘛，在决赛的第1把。打野的位置出猪八戒吗？躲了。这其实，在决赛的舞台上非常少见啊。这个也是属于打大乔，包括打鲁班大师的那种配置。这个英雄在我们 KPL 10年的历史当中一直是有过的。老夫子，这个并不意外。这个右边是真不意外，左边是太意外，因为在这个赛季你并没有看到句号拿过1把猪八戒打野，他上一次拿猪八戒还是在去年，总共在打野的位置拿过3次猪八戒，而3次猪八戒仅赢了1次。谁还不会为决赛藏点东西啊？那也确实，没问题，对吧？但他到底能不能在这局比赛里把它完美的发挥出来，不好说，因为在赛场上的使用次数确实是少了一点。不过句号本身也是一个偏大心脏型的选手。而且这个猪八戒拿出来，一个是跟袁坦他的前期对抗强度够高，再一个就是他不怕鲁班大师的开团。我们看到 KSG 这一把的阵容，他其实没有一个是怕狄仁杰开团，这个鲁班大师开团的，对，包括狄仁杰有2。然后问题来了啊，就是如果这个开团手是老夫子，好问题。如果开团手是老夫子的话，你就只能让猪八戒上去挡了。对，不过猪八戒的话，之前在。真的，我们可能在第10届左右，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出场对到大乔啊、大师这样类型的英雄，效果还是不错的。对，这局我比较担心的是狼队在前中期的这个伤害量上面会不会有点不够？这个阵容，袁坦、大乔2个人，尤其是袁坦这个点经济只要足够高的话，应该就会还好。但是刚刚其实说了嘛，如果是一个平局，他有可能会出现打不动这个猪八戒的问题。KSG 整体上他们的线权，包括中包括下局都非常强。其实 KSG 他一定会在第1局，我觉得他不可能老实的跟你发育，他一定会在前中期做点什么。而狼队的逆风翻盘属性在这赛季我们已经强调过无数遍了，全联盟第1嘛。是的，所以这场比赛来讲，就 KSG 必须拿自己的前期进攻攻破狼队的防守，一旦被拖住了，那就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了。对，他们的优势跟逆风是完全是2个数据。重庆狼队在这个赛季，他基本上是领先10分钟1000经济以上的局全部都拿下了。是的。然后在落后1000分钟经济的情况之下，他的胜率也是全联盟排在第1的。没错。所以他的优劣势都是比较好处理。然后这套阵容的话，打到后面老夫子你也难处理。来吧，看一下双方教练已经做好准备了，到底是狼队在今天率先冲出1步，冲击自己的第11冠，还是 KSG 自加盟以来奔着自己的第1冠发起冲锋？2名教练都在我们的 KPL 的故事上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的注脚。双方在这个赛季也都在昂首阔步的往前走。刚才也听到了现场观众朋友们自发的呼声，那么再问大家一次，今天的冠军是谁？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相聚第20届的 KPL，去见证这
充满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见证到了重庆狼队夺得冠军，那么将会是 KPL 有史以来第一个突破10冠的战队，达到第11冠。如果我们见证的是 KSG 夺得冠军，那么快手它将会成为 KPL 的第9支冠军战队，将会成为新科冠军。这两支队伍都不是特别容易，他们的最近1年走来，整个重庆狼队在前面的几个赛年当中一直保持非常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们其实也遇到了几乎是自己在整个队史职业生涯当中少数的，我觉得滑铁卢其实给到了队伍非常大的压力。不管是他们在年总的失利，还是他们当时我们提到挑杯的那一次32强，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这个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打击，但他们反而用它做了沉淀，是的，反而变得更好了。而 KSG 也是一样，其实他们在近2年里一直是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着调整和调整。他们找来更多有经验的老将，他们找到了2位非常有潜力的状元新秀，包括让小雨的上场。其实整个队伍在这个赛季也磨合到了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而且屡次的失利并没有去击溃这支战队，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冲劲了。那么双方的第一局比赛，蓝色方 KSG， 红色方重庆狼队，谁能牵拔头筹？让我们拭目以待。全军出击！狼队4人挤中右，然后直接把一生钟馗打成了一个半血的状态。但还好闪没逼出来。因为 KSG 这个阵容前中期还是比较靠医生的这个钩子的准确率去开节奏的。对，但下路的话，沈梦溪靠了过来，所以重庆狼队选择了闭气锋芒，并没有过来抢这个红隼，还抢不了，因为大乔他是选择往下靠了之后，第一时间去上路帮忙提速了。现在是明显的把针对的重心放在了发一路啊，因为是狼队到目前为止道仔在整个队伍当中的重心，可以说占比太重要。没错，狼队基本上开局都会考虑去帮助道仔去控前面的东西，但是今天的流浪也有意识的往下靠了，拽过来打。两队的一血次数上还是 KS 要更优一些。得到啊，给信号。4级的句号来了，拉了一下，轻轻闪现，直接躲开。好在是1分半钟的闪现，也就意味着他在4分钟的时候还是有闪的。但你看刚才这还藏了一钩啊。不过接下来要小心了，接下来医生他可是有勾闪的，后续的青青要保证自己是后线，然后在是后线的情况下也要小心医生过来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各打一边给先防。落地霸体拉一下，袁坦还在吃塔伤，2段想打燕子之后猪八戒再做一下，有机会造击杀吗？还在最后一点的伤害，但是回来后血再顶一下，句号还在打，一技能最终拿到了婉婉的1血。猪八戒前期还是太强了，不是真有熟练度啊！落地霸体顶技能，追打一套之后，猪圈封右边，人打左边，不让袁坦走。这是在去年以野核闻名的状元打野，但是在子琪教练这1年的合作过程当中，把他的坦克也真的是练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其实狼队是没怕的，因为他们刚才觉得在发育路这个对抗袁坦在没什么怕的，但是没想到猪八戒这手微操顶到的技能有点多，而且把袁坦送到塔里吃了2下塔伤。对。我们看到 KSG 的一血胜率高达73.08%，排到第2。其实这个跟句号自己有一定关系，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在这届比赛包括季后赛当中是经常见的。句号就是一个前期干的成功率非常高的选手，对他的现杀率很高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波很细节，他是用强化普攻把婉婉勾进了塔里，吃了2下塔伤，要不然的话是比较难造击杀的。对。然后这一波其实狼队的2个人已经拦得很好了，并没有让狄仁杰第一时间把伤害全部灌上去，但最终句号的猪八戒还是很能打的这一波。来吸一下鲁布拉斯的化解，对面的黑他帮他灌得很不错，反而是率先接到了钟馗，猪八戒伤害不够了。这个口子啊，等一下，他又跳下来了，这个风险有点大啊。要么说信对于钟馗他也很理解呢，他是选择钟馗他勾到之后。然后钟馗在交大的前摇的时候，他把大招交出来，然后钟馗交大的时候，正好是被鲁班纳什的2段大触发拉断了钟馗的大招。对，这种延迟控制嘛。啊，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句号他在这一场比赛里还会出现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他在目前这个赛季作为一个打野位，10分钟前的现杀率已经超过了30%，而且一直在打野位高居第1。而且他10分钟前的现杀率、现杀次数来到了45次，非常恐怖，就干个成功率很高。就作为一个打野位现杀高，就不用多做解释了。4分钟，
第一条龙，防御塔护盾消失，然后这个位置 KSG 已经站好了。这个站给钟馗很吓人啊。对的，不好起草，可能这条龙狼队要直接放了。很难见到，杀了，很难见到大乔和袁坦阵容会选择放第一波龙团的。对，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到重庆狼队这个阵容，它在前中期其实是有一些缺乏伤害的，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去发育。特别是像道仔跟青青两条边线，要点时间。齐齐前面讲到的关键点就在于这个猪八戒他们打不动，对，很肉。对吧？其实河道那个位置猪就挺厉害的，因为他能操作的空间很大，四面都是墙。下一个狼队强势期应该在射手出到了破晓之后。哎，这波感觉信是想要带着人过来断二塔线的啊，是让婉婉过去反小野，然后把道仔叫过来去截了下路的二塔线。青青已经快退到高地了啊他知道前面那个兵完全不能看。是的，双方换了波节奏。 30-11的实时预测，还是看好重庆狼队阵容会更多。主要还是因为 KSG 的这里青青漏一步都很危险。没了，看到吗？继续跑，3个人路过没看到这个老夫子，跑完之后自己有点吃不住上，往侧面走。来了，飞下来之后坐着电梯回去了，老夫子还在打，继续锤，不过有点扛不住了，最终还是被钟馗给拿下了。然后紧接着袁大达就带走了钟馗之后，自己这个位置还能把猪八戒已经爬到了2个人，队友依旧在输出，4公人的位置还能垫。 最终是打了一个2换2。婉婉这里怎么说？中路这个线不能直接吃，感觉过来，稍微拉伸。刚才那个位置其实3个人路过，技能都甩了，但是没看到那个老夫子。而且小雨已经很细，人家看到这一波巨好能扛得住吗？已经做空了，不过还没有伤害在跟。是的，就是刚刚小雨在老夫子大他的同时，他把2技能几乎是同时点出来的，但他还是晚了一点点。青青先拉了个1，那个1没拉到。对，大招框到了。对。 如果那波小雨2技能挡掉了老夫子的那个大招的话，那其实当时但凡有一个人先进那个草看一眼，青青可能真的就要直接闪现过墙。是的。但我们也看到了 KSG 这个阵容，它的一个后续持续发力确实是比较强的。在狄仁杰第一时间阵亡之后，无言的这个司空阵后续是做了一个收割。看这波2技能跟老夫子大招几乎是同时起手的。对。但他还是被捆到了。 对，然后被硬生生打掉了。但整个阵容在这个阶段能输出的人非常多。司空阵，包括沈梦溪，猪八戒。KSG 他一开始集火的对象信他是坐着电梯回去了，要不然 KSG 在那波团战上还能赚1个人。但最终是打了一个2换2，还行吧。那就是这个老夫子确实是他们的隐患。句号心率还是比较高的，平时心率大概是140左右。正常。现在慢慢回复了一下。这是决赛。比较紧张啊。对。但他其实这把发挥是真没什么毛病。 从开局到现在为止，还在不停的给进攻信号，不到位置，看，很谨慎啊。他不敢啊，他怕呀。那主要现在完全中草是不敢走的。他现在没闪了，然后如果这个过来一波 combo 接上去，秒掉了婉婉，卢布纳斯交闪进圈。他这个就是纯阳谋，我就站在1塔前面，狄仁杰去点塔。 中左中右草你走不了，过来会被猪开。正面你要想过来守这个塔的话，沈梦溪先炸，如果炸完还不走，钟馗就出钩了。没错，就是除非你把钩子躲了。这一钩加上这个狄仁杰的黄牌，导致现在袁坦这个装备在 KSG 这个阵容面前有些脆了。而且你会发现钟馗长钩，猪八戒短钩，大小钩在一块儿，袁坦进去根本出不来。再进野区。 猪八戒可以帮助钟馗做那个2技能接大招中间段的控制，让他完美能够吸到他。KSG 一如既往继续加强进攻，先把中线送过去，逼你回中。红，这个红不好守了。狼想包啊，这个位置。卢布纳斯这个位置想开，看钟馗出完钩了，上去集火，先打一波。猪八戒给个大招框一下，再往前做。袁坦这个位置有圈可以做回去。现在狼队如果要打赢团战的话。 袁坦肯定得吃到足够多的技能，然后想办法回去。这个时候如果像青青这样的老夫子之类的，或者鲁班大师还能把人留住，其实这个团就有的打。但是 KSG 的话也不会给这种机会，一看到集火打不掉，掉头就走。信这边如果先手开团，可能会比较难开到人，因为我们前面 BP 说了，他确实现在看上路。这里主要是青青能不能走的问题啊。对。号来了呀！来了3个人过去。闪现。很果断。小满就不好走，但是这样的话下塔能换。 这波青青但凡有一点跟无言打2下的想法，不可能，他都没了。但是这波的话换到一个2塔，如果再拿上龙的话，其实能接受。是 ，KSG 赶紧换龙。他这波就是捆无言，不想让无言传到下路去做这波塔的协防嘛。
对狼队来说，这波还是赚了资源的，因为塔是不可再生资源。目前 KSG 强就强在团战能力，而狼队强就强在这个大乔。可以给你拉扯1哎比1。而他还在发育，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老夫子这个英雄，其实这赛季也看了很多次，你一旦等他发育起来，他是很难处理的一个英雄。而且重庆狼队他确实纪律性高，他在拿到大乔这套体系的时候，确实指哪打哪的，所以有更多嘉宾看好他们嘛。而 KSG 今天确实前期进攻性是拉满了，一直在进攻，不能放慢速度。对，另一边的话，老夫子继续带先，大乔这边大乔有大的，但老夫子不在的话，就少了个先手。不要了，还是放了，让老夫子继续带。狼队现在在避 KSG 锋芒 ，KSG 10分钟的龙团，就是不能让狼队毙掉的。但狼队可以考虑换呀。就看 KSG 会不会让狼队去换了？不能给换吧？啊，不能换。该打还是得打。主宰暴君获得强化。拖不太是办法。现在就看狼队大乔的圈跟团队整体配合度了。如果配合的好的话 ，KSG 是很难造击杀的。龙先摸起来，轻轻位置先藏好了，而且在攒被动。这个阶段的 KSG 还是得看钟馗的钩子，能不能勾到关键人。对，看医生了。钩子不能随便出啊，他不出钩就是最好的威胁。对，而且有个龙挡在这里，他不太好勾。哎，这角度，看到了，黄牌没能够打中反捆。知道老夫子这个在吃起火，但是脚下有个圈，鲁巴拉这个位置先被秒掉了。狼队先解了一个圆，猪八戒撤走，4个人位置连着戈亚打，戈亚闪现进到龙坑里，4个人还在锤，一个人锤了3个锤，还是被控了一手，不过还能继续向前吗？无言把这全部打退，老夫子这个位置看到2技能，1技能上去又捆了一下小闪现拉回来，但是戈亚没有大招了，而元坦上去吃了波消耗，最终狼队还是得退。司空震这个英雄团战给戈亚的威胁还是太大啊！最终双方是打个游走位的互换。无言刚刚是一个人追着4个人跑。无言这里的话，只要青青不能把他给捆了打掉，他进场的话，即便是倒载的戈亚，他也没太好办法输出的。对，但刚刚那个位置确实得要轻轻去把视野探出来，才能安心的摸龙嘛。那位置其实挺吓人的，当时那勾过来，但凡那张黄牌中了，感觉青青其实有点危险。挺危险的。现在又是狼队继续摸龙，因为老夫子有大招，等人过来直接捆。但自己要小心被勾。这波2个射手都已经3件套了，黄牌已经起来了。这波是守了子焕的圈，然后子焕下来之后直接被集火到残血，龙4血，关键强龙最后把龙拿到了，4个人或者一锤直接先带走了一个，而正面猪八戒又来了2条1技能，控到的信把鲁巴拉斯也击杀掉，元坦砸一下司空震，这波是想要去追倒载的，但是婉婉做了个拆火，保住倒载后退。KSG 今天一点都不像那种。怎么说呢？对决赛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样子。是的 ，KSG 这个状元连线在这个赛季常规赛一直连到决赛的第1把，他们还在连，还能压，哦，有线呐！ 10秒，抢龙有句号，团战有无言，还有5秒钟的时间，子焕复活，狼队往往砸进去有点扛不住，没进去好了，在旁边的司空震也成功是还有线，人水晶线下一城，恭喜 KSG 拿下第1局比赛胜利。这局真的有点恐怖啊！其实我们是有点担心说